在上一次视频当中，我们讨论过现如今到底是熊市中最后一个逃生窗口，还是拨云见日的转机呢？那经过了我整整2天的深入研究过往历史当中发生过的熊市，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一次有可能跟其中一次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而这一集影片将会是你混乱当中找到方向的救命稻草。我将会带来最新的盘势分析以及关键的风险对应策略，帮助你避开市场当中的陷阱，守住资金，甚至找到下一波可能的进攻点。而影片当中我也会给出详细的行动策略。那首先为了判断未来股市的走势，我们先来对比一下现如今2025年3月份的市场状况和2022年熊市初期的几项关键的指标。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跟2022年对比呢？因为我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些令人非常不安的相似性。回到2022年初，美国的通胀率不断的攀升。2022年3月份 CPI 的年增率高达8.5%，创下了40年的新高。联准会被迫在3月份启动近4年以来首次升息，并且也预告将会大幅紧缩，抑制物价。直到现在，这一次2025年，虽然通胀从高点回落，但是呢，依然是高过于联准会2%的目标水平。而最近呢，也再一次有升温的苗头。那联准会在这个月的会议上面也上调了通胀的预期，同时间下调了经济成长的展望，显然也是对物价的压力担忧在起。因为特朗普推出了新一轮关税的政策，正在让物价出现了结构性上涨的风险。这种通胀的压力抬头，再加上政策收紧的组合，跟2022年初如出一辙。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利率的政策和联准会基调的方面。那2022年初，联准会从极度宽松的政策急转为鹰派，当时候的1月份还在一个零利率，而短短几个月之后就连续升息到超过1.5%，并且也暗示着全年将会快速的推升升息的循环。那这种激进的路径在当时候也是引发了股市的震荡。那来到了2025年3月份，表面上来看利率环境跟当时候不同，联准会基准的利率已经是处在于4.25到4.5的高位，然而在基调上面是异曲同工。联准会在这个月选择按兵不动，但是会重申未来政策将会是通胀而定，甚至预计今年有可能只是会小幅降息2次。在上一年，联准会曾经是预测过降息超过3次，甚至最乐观的情况是降息6次。也就是说，货币环境依然是紧缩，而且是充满着不确定性。那我们也可以理解，2025年的联准会相当于是2022年的翻版，只不过2022年是从山底走到山顶，但是2025年是站在山顶下不来，高利率迟迟不降，资金成本依然是非常沉重，对于股市的估值也是造成了持续的压力。那这一幕呢，跟2022年初预期利率将会大幅提高的心态如出一辙，而投资人也同样的感受到政策风向的含义。那接着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两者市场的表现。标普500在2022年初见顶之后，一度是迅速回撤超过10%，技术上进入到了修正。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更加的猛烈，第一季度下跌超过15%。那你别看指数只是下跌10几%，当中有很多热门的科技股早已经腰斩，大约40%的成分股从那一年的高位下跌了超过一半。截至3月27号，标普500呢从年内的高位下跌了大概5%到6%，而纳斯达克指数呢在3月中一度的陷入到一个修正的区间，从高点回调超过10%。我们单从指数看的话，现在的下跌幅度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细看内部的结构，你会发现暗潮汹涌，只有少数的权重股还能勉强的撑得住场，但是很多中小型的股票成分股呢，其实早已经深陷熊市当中。这一点跟2022年初的时候情况是类似的，而现在市场内部疲弱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们稍后会更加详细的去讲解。那2022年初另外一个大的特点就是资金从高风险的成长股当中撤出来，进入到防守板块和实体资产的避风港，比如说能源、必要消费、公用事业等等的板块，在2022年当中是逆势走强的。而科技股或者是高贝塔的，比如说比特币，或者是一些非必需的消费等等高估值的板块呢，就惨遭抛售。那数据上来看的话，能源板块在2022年大放异彩，其中石油的巨头雪佛龙 CVX 股价呢，在那一年回报是大约58%，相反，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是全年重挫33%。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防御性的资产，公用事业板块的 ETF XLU，2022年呢几乎是收平，远远的跑赢大盘。必需消费品的板块 XLP 也基本上是守住阵地。那这种风险偏好明显降温，资金转到了抗跌板块的情况，
现在又再次出现了。那进入2025年以来，随着利率维持在高档和经济疑虑的升温，投资人也开始青睐着这些防守性的股票。那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公用事业、食品、饮料等等的板块跌幅呢明显是小于大盘，一些日用消费的龙头股表现呢也是相对稳健。反观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高估值的科技股和高贝塔的资产，比如说比特币，它的波动呢是非常剧烈的。在3月份的抛售当中，资金是疯狂涌入到了黄金等等的避险板块，金价也从3月份进入到了每盎司$3000附近，继续的创新高。那这也是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的避险模式如出一辙，风险的胃纳的程度下降，本身就是熊市开始的重要征兆之一。那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一集有讲过，200天移动平均线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支持，也是一个多空的风向标。在2022年年初，标普500在1月份首次失守了200天线之后，经历了2个月的拉锯情况，指数曾经有反弹，并且数次尝试修复失地，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站稳，随后呢就迎来了更加猛烈的下跌。那特别是当年3月底的一波反弹，一度让指数重新上涨到了200天线。那很多人呢就觉得没事的，行情转好了，但事实是那一次只是昙花一现。4月份开始空军卷土重来，指数也很快跌破了前面的新低，熊市也正式的开始。那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2022年上半年的纳斯达克指数，当跌破了200天线之后，每一次的反弹也并没有能够成功克服200天线。而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QQQ 指数的 ETF， 当2022年第一次跌破了200天线之后，曾经有3次的反弹想克服200天线这个关键的阻力，但随后你都可以看到它挑战失败。那最终在4月份重新由空军主导，股价继续下跌。那现在的情况就跟2022年初非常的相似，标普500呢在3月份也跌破了200天线。现在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反弹，但走势呢是非常疲弱的，技术走势转弱的信号也是相当的明确。价格虽然有冲高，但成交量也是明显的萎缩，缺乏了大户资金的追捧。那这也说明之前的上涨只是空头暂时休息，而并非有新的资金重新进场接棒。价升量跌，跌的时候放量，正是熊市的时候典型的走势。那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市宽的指标，截至3月底，只有46%的标普500成分股还站在各自的200天线以上，超过一半的股票已经是跌破了长期趋势线，处在一个技术空头的走势当中。回想起2022年熊市的初期，也是一开始只有少数的权值股在苦撑指数，大部分的股票已经是提前走熊。现在的历史跟2022年十分的相似，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那顺带一提，我在我的致富选股 APP 当中有分享我在最近的市况逆风的时候是怎么样调整我的策略。那如果这一波反弹真的是一个熊市陷阱的话，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调整资金的部位，汰弱留强。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022年熊市的表现能不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回顾2022年整个熊市的周期，那些逆势上涨或者是相对抗跌的股票和板块，往往也是具备着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现金流的防守力。而市场当中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取向从进取变得保守，而这些防守性比较强的股票就会成为了他们首选。在这一轮的潜在熊市当中，这些传统的防御板块依然是我们的避风港。由于地缘冲突和供应短缺，能源价格飙涨，能源板块指数 XLE 在2022年是狂飙了59%，像是雪佛龙、CVX 这类石油巨头在当年股价大涨了超过50%，而西方石油 OXY 也翻倍上涨。这些公司现金流充沛，股息率高，具有对抗经济下滑和通膨的双重优势，所以在跌势的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首要选择。而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也涌入到了这些板块当中。 CVX 在经历了2年多的盘整，最近股价成交量放大，并且也突破了一个关键的阻力。而公用事业板块，比如说电力、水务等等，在2022年大盘狂跌的时候也几乎是平安无事。 XIU 指数呢全年也微涨了大约1.4%，也远远好于标普500那一年18%的下跌。这也是因为公用事业公司它的收入呢相对比较稳定，有管制的保护，经济衰退也不太会影响到用电用水的需求。他们或许不会大涨，但是能在熊市当中稳守阵地。这类防守股甚至有可能因为资金涌入而逆势上涨。那另外一类股票呢，就是抗通膨的资源类股票，这里指的是2022年表现比较突出的某一些大众的商品相关的个股，比如说粮食、农业和贵金属股票。那举个例子，全球农产品贸易巨头 ADM 在2022年受惠于粮价的价格飙升，股价一度大涨超过40%，全年的年涨幅呢也是有接近25%。再比如金矿股方面，黄金的价格在2022年3
3月份，随着通胀和战争攀升到了历史的高位，而金矿股指数 ETF GDX 那也一度从2月底上涨了超过22%。虽然随后呢有个回调，但是在调整的市况当中，或许也会有一个机会。那如果美股重演熊市，通常也有可能会伴随着经济放缓，甚至是衰退的风险。而这个时候，黄金等等的硬资产的吸引力就上升。今年以来，金价已经是闻风而动，再一次突破了$3000。而一些金矿的开采企业，比如说 AU 股价呢，最近也是明显走强。另外一方面，如果通膨迟迟不退，甚至因为关税而推升，农产品原材料价格有可能会维持在高位，那相对应的就会有相关的企业受惠。那除了以上这些板块之外，今年还出现了一个跟2022年不同的新变量，特朗普政府卷土重来，推出了一系列的关税贸易新政策。那虽然这些政策在宏观的经济上为市场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美国本土的产业却是一个直接利好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受惠的板块，以把握乱世中的结构性机会。那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美国钢铁和铝业。特朗普政府最近强硬推进贸易保护措施，特别锁定了钢铁、铝等等的基础原材料。3月27号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宣布4月2号起对所有进口的汽车额外征收25%的关税。那随后呢，还会对铜、木材、药品等等课税。那虽然汽车关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整车进口，但是背后的含义呢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决心透过关税的壁垒，全面扶持本土的制造业，包括钢铁、铜和铝等等的上游材料。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2018年，特朗普首次对于铜、铝进口征税的时候，美国本土的钢铁公司股价也是曾经出现了一波猛烈上涨。2022年，虽然全球的股市市场疲弱，但是美国钢铁企业受惠于国内的激进需求和关税的保护，股价也是相对比较抗跌。例如纽科钢铁 NUE 曾经呢在2022年上半年一度的创出了历史新高。美国钢铁公司 X 2022年波动比较大，但是因为在2022年3月份，俄乌战争的爆发导致了钢价的飙升，股价呢也曾经有一个翻倍。同时间，特朗普政府宣布有可能会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也会提高钢材的需求。同样的道理，铝作为一个制造业关键的原材料，进口受限制的情况之下，本土的龙头将会扩大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板块的 ETF 在最近都是表现出抗跌，甚至是能够逆势上涨的。例如铜的 ETF CPER 最近呢是突破了 VCP 的形态，再创新高，而钢铁的 ETF SLX 在2025年表现也是逆势上涨的。那特朗普政府除了传统的工业品之外，预计也会提高高科技产业链的关键矿产琢磨，尤其是稀土。那在过去，美国是过分的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而出于国安的考虑，美国也势必会推动稀土的国产化，或者是会降低对于进口的依赖。美国唯一的大型稀土生产商 MP 在2022年，虽然那一年是一个熊市，但是公司业绩是非常亮眼，并且也是受惠于稀土的价格上涨，那一年利润也是大幅的增加，多次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而现在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稀土和相关的产品采取一个限制的措施，而这也是直接利好 MP 这种美国的供应商。另外，稀土的应用范围呢也是非常广泛，包括电子产品、无人机、机器人、电动车等等的领域都需要去用到稀土，所以呢也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那当然，稀土的资产波动高，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而在投资的时候也需要严控风险。总而言之，虽然2025年的市场是充满着挑战，但是也暗藏着机会，最好是一手防御，一手捕捉机会，将会是制胜之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组合呢，有点像是投资组合当中的盾牌和长矛。盾牌呢是抗跌的资产，保证资产呢是不受熊市的重创，而长矛呢是受惠的板块，有希望可以在逆境当中脱颖而出，为这个组合呢注入成长的动能。当然，每个投资者的风险胃纳程度和持仓的情况不同，布局的时候还是要因人而异。但是以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减少高估值、高波动的资产，增加现金流稳健以及政策受惠的品种。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市场震荡的时候，做好风险管理比你的买卖时机更加的重要。如果你做得不好，有可能会导致你出现更大的亏损，甚至把牛市当中的利润还给市场。而在致富选股 APP 的内容专区里面，我会不定期的分享
享怎么样根据市场的状况去调整策略。比如说，目前的市况适合我积极的进场，还是降低仓位观望为主？哪一些股票可以在市场震荡的时候呢，依然值得关注呢？同时间也会分享我的投资日记和关注的清单，到底在不同的市况当中，我的选股逻辑是怎么样的，并且也有 VIP 的咨询专区，这里呢你也可以提问，让我来亲自解答你的投资疑问。每个月也会有深入的分析文章和专属的影片教学，带你学习更多的选股技巧和投资的知识。现在 Rich 致富选股 APP 正在推出早鸟价，记得快点把握哦。那看到这里，我也想把问题丢给大家，你觉得这一次的反弹是一个死猫跳，还是一个新的牛市起点呢？在这个风雨欲来之际，到底你又看好哪一些股票和板块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的重磅分析。也请把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让更多人提前的去做准备。你的每一次点赞分享都是对我们创作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一次再见。